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每年关于苹果新 iPhone 的爆料都是最密集的，今年截至目前，关于 iPhone 16系列的爆料已经面面俱到了，同时还附带着 iPhone SE4、iPhone 17系列的全面曝光。即使在4月份抓获一位泄密员工，也没有影响 iPhone 的信息仍然以惊人的效率向外泄露。这度，近日 iPhone 16又传来了最新的爆料信息。近日，消息源 Magento 发布推文，借提问什么理由可以说服你购买 iPhone 16，分享了苹果 iPhone 16标准版机型的渲染图。从曝光的图片来看， iPhone 16背面最大的调整在于相机部分，取消了熟悉的方形摄像头岛和对角线摄像头设置，而是采用类似于 iPhone X 的垂直方案。Magento 此前还分享了黑色版 iPhone 16上手图片，并表示上手手感非常好。除了外观设计之外，不少用户对新 iPhone 的配色方案也十分关注。去年，苹果在 iPhone 15 Pro 系列机型中移除了金色版本，并添加了整体色调更加深邃的蓝色钛金属。从外界反馈以及测试来看， iPhone 15 Pro 的蓝色款似乎更容易沾上指纹，且销量也不及其他配色。好消息是，金色很可能将在今年的 iPhone 16系列中迎来回归。近期，苹果分析师郭明基在最新一篇推文中透露了新 iPhone 的配色方案，其中 iPhone 16和 iPhone 16 Plus 将推出黑色、绿色、粉红、蓝色和白色共5种配色。而对于 iPhone 16 Pro 和 iPhone 16 Pro Max 机型而言，配色方案除了保留上代的黑色、白色和原色钛金属之外，还将引入玫瑰配色。结合 @ShrimpAppLabPro 此前爆出的新配色方案来看，所谓的玫瑰色看起来更加类似近些年 Pro 机型的标配金色。如果消息属实，这也意味时隔1年后，此前广受好评的爆款配色金色有望重回新款 Pro 机型。目前来看， iPhone 16系列中将推出金色配色的消息已经过多方印证，可靠性很高。对于喜欢金色 iPhone 的小伙伴来说，今年的 iPhone 16系列应该会相当令人期待。而金色作为 iPhone 一直以来的爆款配色，相信这波回归也将成为新 iPhone 主要的卖点之一。话说回来，这一波接着一波的新爆料，有时候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是否是苹果公司有意为之，为的就是提前给市场注入信心，稳定股价。结合近期曝光的信息来看，2024年的苹果似乎正在酝酿一场产品革命。让我们接着来看更劲爆的消息。目前 iPhone 16系列的屏幕、处理器、设计、影像系统、配色都已经曝光，其中 iPhone 16系列的标准版或许会是历代 iPhone 中提升最大的一代。首先我们来看看屏幕，一直以来屏幕都是 iPhone 标准版与 Pro 版的分界线。自 iPhone 13 Pro 支持 120Hz 刷新率开始，历经3次迭代，苹果都依然没有将高刷下放到标准版上，而这或许会在 iPhone 16系列上迎来终结。最新的消息透露， iPhone 16系列或将把高刷屏幕下放到标准版上。不过，为了让 iPhone 16 Pro 保持竞争力，苹果可能暂缓 LTPO 功能的下放，使其依然作为 Pro 版的独占功能存在。此外，有消息称 iPhone 16标准版的高刷仅为 90Hz， 低于 Pro 版的 120Hz。除了 90Hz 和不支持 LTPO 外，苹果还计划对 iPhone 16 Pro 的屏幕做进一步升级，扩大其与标准版的区别。据悉， iPhone 16 Pro 将会得到 20% 的亮度提升，并且从 6.1 英寸升级到 6.3 英寸。同样的， iPhone 16 Pro Max 也会进行升级，屏幕尺寸将达 6.9 英寸。处理器方面，此前曝光的 A18 系列处理器在传统性能上的提升其实并不大。从数据上看，多核及单核的提升都在 10% 以内，只有 GPU 性能较为亮眼，提升约 30%。作为弥补，有消息称苹果会大幅度提升 A18 的 AI 性能，并且将为 iPhone 16系列全系配备 8GB 运存，内存带宽也将从 51.2GB 每秒提升到 78.8GB 每秒，大概率就是为 iPhone 16系列上将会部署的本地 AI 模型做准备。设计上，目前已经确认的是拍照键的加入和 Pro 版的尺寸变化，其余设计则基本没有变动，直角边框、灵动岛、屏幕边框变得更窄，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 iPhone 16的影像系统将会得到显著升级，在传感器尺寸、镜头设计等多个方面都有显著提升，结合专属拍照键的加入，影像性能应该是 iPhone 16 Pro 系列的核心卖点。2023年第4季度，全球 iPhone 销量同比下降 15%，
2024年第一季度，全球 iPhone 销量同比下降 18%。对于苹果来说，这个数据是触目惊心的。虽然背后有全球手机销量总体下滑的原因，但是 iPhone 自身的竞争力下降、用户换机动力不足等问题依然是主要因素。而且，被寄予厚望的 Vision Pro 也没有取得预计中的成果。发售不到4个月时间，人们似乎就已经不再关注苹果的划时代产品。用户的呼声及市场数据都表明，苹果已经到了必须调整产品策略的时候，调整用户预期，增强产品的竞争力。实际上，在 Vision Pro 销量不及预期后，可以看到苹果已经开始积极调整策略。首先是在中国市场开启大范围的促销活动，然后是进一步调整产品的差异化战略。显然 iPhone 16系列的大幅度升级就是差异化战略的成果之一，利用大幅度的硬件迭代升级，促使用户更多的关注新产品，刺激换机欲望，而不是转而选购价格更优惠的前代机型。在 iPhone 之外， iPad、MacBook、iMac 等产品或许也会迎来一定的转变，但是相较于手机市场， PC 和平板市场的竞争力度要小很多，苹果或许并没有太多的动力去加速迭代。AI， 你可以在每一个头部互联网企业的发布会上看到这个词语。谷歌前段时间召开的发布会上，近2小时的会议程就提到了121次 AI， 小米、三星、OPPO、华为等苹果的主要竞争对手都将 AI 定位为未来产品的核心功能。而在即将发布的 iOS 18上，预计将会首发搭载多项苹果自研的 AI 功能，并且首发支持 AI 大模型的本地部署。根据此前曝光的消息，苹果正在与 OpenAI、百度等企业接触，推动 AI 大模型方面的合作。同时，苹果近期也频繁传出有关 AI 的消息，有报道称苹果正在与多个机构洽谈数据授权，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数据来训练自研的 AI 大模型。此外，苹果正在加速 AI 智能硬件的开发，推动 AI 在 Vision Pro、HomeKit 等硬件及生态中的应用。从苹果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前期或许只有 A18 系列、M3、M4 等处理器支持本地的 AI 大模型部署，而这也会导致部分依赖本地 AI 大模型的 AI 功能可能会缺席旧版本的 iPhone、iPad 和 Mac PC。虽然云端 AI 大模型也是可选项之一，但是苹果对隐私性和安全性的考虑可能会成为其中的阻碍。至少在苹果确认可以有效防止用户隐私泄露之前，一些关键性的 AI 功能或许都只会部署到 iPhone 16及之后的机型上。利用硬件和 AI 功能的差异化，今年或许会是苹果产品的分水岭，成为苹果 AI 时代的开端。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在你看来 iPhone 16标准版的升级尺度算得上大吗？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